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只见过崩老头的，没想到还能见到被老头崩的。首先要明确一点，台湾的继承法私下协议是无效的，必须先继承到法定继承人名下，再进行赠与。所以卤蛋早前说把自己那份让渡给老 S， 放弃继承都是人设，目的是要先抢占道德高地，这样后面无论是他还是 S 一家打压汪小菲诱导舆论就易如反掌。媒体这东西反正就一张嘴，梦到哪句说哪句也是常有的，但走到法律这个层面就不一样了。法律不惯着你，每一步都有条款制约。台湾法律规定，遗产必须走完继承程序才能进行下一步，所以现在有人坐不住了。大 S 目前的可见遗产只有2套不动产，老 S 和大姐以及大姐儿子住的国家艺术馆和大 S 生前和孩子们住的台北信义松永路豪宅。2套房子平均分成3份的难度，就像2个苹果要分给3个人一样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打成苹果汁。继承遗产的同时也要继承债务，并且缴纳遗产税，等于说要喝到苹果汁之前，继承人先要凑份子买台榨汁机。卤蛋主张资产到手送给老 S， 那他的份子钱就应该让老 S 掏。但老 S 比狐狸还精，他如果掏了钱，遗产先到了卤蛋手里，卤蛋改口不赠与自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，到时候他不就赔死了吗？我早说了，老 S 和卤蛋都是便宜没占够就算吃亏的主，所以他俩谁都不想出这个钱。而孩子继承的部分，汪小菲为了避嫌直接走了法院监管信托，而负债部分就是本该孩子继承的2/3的房贷是汪小菲一直在承担。银行如果没有如期收到还款，累积到一定数额就会法拍房子，就是老 S 居住的这套国家艺术馆。这套房子是大 S 生前赚的钱给老 S 打理，老 S 攒起来付了首付拿下的。后来大 S 结婚，张兰全款买了冠德远见的房产给儿子做婚房。生儿育女之后，夫妻俩换到了信义豪宅，冠德远见被老 S 卖了3.5亿放在了自己口袋，想必当时他用来一把付清了国家艺术馆的贷款，所以老 S 说这是大 S 给自己的孝亲房的道理就在这里。但直到大 S 去世，这套房子仍然在大 S 名下，所以如果银行要法拍这个房子填补资产负债，就是有贷款的信义豪宅，是合理的。卖了小房子填平大房子的贷款，等以后卖了大房子分成3份，各走各的路，听起来十分合理。老 S 混到70岁竟然没混出一套写自己名字的房子，心里就有点慌了。房子是大 S 遗产池内资产，法律上老 S 没有任何主张的权利，但是一辈子没怎么正经工作过，只是做星妈吸饱女儿血的老 S 其他不行，操纵舆论那是很在行的，所以他立刻进入自己的舒适圈，在媒体放话说自己将流离失所，被赶出住所。他这么做肯定不白做，那目的是什么呢？给汪施压，再次引爆全网对汪小菲人品的讨伐，进而影响汪的公司运转，经济损失，压力直接给到汪小菲，让他在舆论压力之下做出妥协。以前这一套打法是大 S 操作的，大 S 轻轻勾勾手指，汪小菲就要发一阵子疯。后来汪小菲已经像训练好的数据模型，大 S 轻松拿捏。大 S 一走，老 S 立刻就接过了这套秘籍，第一次出手就成功了，把汪小菲引到了台湾舆论中心，替他、卤蛋和小 S 挡下了台湾汹涌的媒体追责和讨伐。这招借刀杀人简直妙极了。尝到了甜头的老 S 这次又故技重施，要把汪小菲引出来。但是这次汪小菲很安静，
只有他的律师出来发了一则声明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声明先说汪小菲没有断供，也就澄清了老 S 如果被赶出房子，并不是汪小菲的错。然后对孩子资产的法院监管信托做出解释，表示孩子的钱他一分没花，孩子因为继承遗产而继承到的负债，他无偿负担。这个声明没有涉及大 S 的现金遗产和珠宝首饰、奢侈品的遗产，说明就是针对房产发出，间接回应了因为老 S 造成的负面舆论。但是大 S 去世之前已经挺穷了，是真的。他账户几乎没有什么钱的另一个论据是，如果他的账户还有钱，那么房子的贷款完全是可以先从他账户扣的。大 S 生前是典型的纸上资产的娱乐圈艺人，实际上能够调动的资金极其有限。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官司？其实还是为了弄钱。他最终只剩下了纸上财产，也就是重资产、高负债、没有现金流的艺人。所有新闻里都报道他有多少亿的遗产，实际上主要还是房产，而且这些房产变现周期很长，持有的税费非常高昂，同时还有巨大且沉重的银行贷款。因此看着遗产价值很高，而事实上名义上的估值是需要从大 S 名下豪宅的市场价、银行存款、公司股份和可能还存在的演艺合同尾款，再减掉他的总负债。虽然房贷是由汪小菲这个山炮富二代在每月支付，但是实际在精算过程中，银行贷款就是属于负债，根本逃不掉。从声明中还可以了解到，汪小菲是不会负担卤蛋那部分的遗产税和房贷，那么可以由此判断，后面结果很有可能是2套房子都进入法拍程序，强行偿还负债，剩余的部分再打支子平分，这样果汁的量肯定会缩水，但是目前没有更好的选择。汪小菲一直是媒体讨伐的对象，如今哪怕是付了卤蛋的份子钱，最后也会被骂。吃饭、睡觉、打豆豆，他就是那个豆豆，怎么都要被打。当年他付大 S 高额赡养费，有人说他不理亏为什么要付？他抚养孩子，有人说他为了占孩子的遗产才抚养。有人觉得卤蛋拿到孩子遗产是最好的，因为他会把遗产都给老 S， 老 S 会替孩子们保管，孩子长大就完璧归赵，这样才能确保孩子的利益。汪小菲再怎么算计都不会得逞。要我说，信卤蛋和老 S 的，你们这辈子有了。但凡结婚5年以上的妇女都知道，战斗队伍里，队友冲我打嗝放屁都不重要，关键时刻得给我抱金币、扔装备才是真爱，别的都是扯淡。自从大 S 走后，汪小菲就正常了，人也聪明了许多。之前大 S 用孩子拿捏汪小菲，现在孩子在汪小菲手里，没有软肋，更何况又有了新孩子， S 家没有拿捏的把柄在手上，果然被动了不少。好的，我们已知2个孩子所继承的遗产和负债，汪小菲在根据法律程序执行，而卤蛋继承的1/3需要先出遗产税和银行贷款的真金白银。既然他曾经放话不继承遗产，转赠给老 S， 那么他不想出这个份子钱也情有可原。但是现在老 S 也不想出这个钱，所以他想用激将法让汪小菲把这1/3也吐出来。但是汪小菲这次没上钩，没上钩的话，这1/3的份子钱目前还是悬空状态。如果卤蛋想要继承遗产，他出钱缴纳了负债部分，合情合理，但连软饭都吃得很香甜的卤蛋在钱上面只会比老 S 更精。只要他出了这个份子钱，那同时也会推翻之前他对老 S 的赠与承诺，这份遗产他会装在自己兜里，谁都别想惦记。但是同时他也会失去曾经的深情人设、国民姐夫的头衔，
可卤蛋是韩国人，他的名声在台湾一分不值，他也不在乎，那都是台湾人一厢情愿给他的，他也不稀罕。但是从大 S 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，别说他最红的那几年，就是他一辈子那么红都挣不到，而且是合法继承，所以他咬咬牙先出一笔，后面捞一竿子更大的也是有可能的。老 S 肯定不甘心，但是他的招数无非就是舆论战，这招之前对汪小菲有用，现在也没用了。对卤蛋那更是一点用都没有，人家卤蛋能在乎舆论，给记者说给大 S 画大钻戒都云淡风轻，把坟头蹦迪卖给 KBS， 把和曾经大 S 同居的房子照片卖给综艺，眉毛都没皱一下。卤蛋能在乎舆论？梅艳芳的老妈说女儿的内裤都要被拿出来卖，卤蛋也是称斤论两，把他和大 S 那点事往外抖一次换点窝囊费，人家能在乎舆论？舆论多少钱一斤呀？但另一种可能性更大，就是卤蛋和老 S 又重新坐在了一条船上。当大家都在等卤蛋和老 S 狗咬狗的时候，风向忽然就变了。卤蛋说要争夺属于孩子们的遗产份额，很明显是老 S 和卤蛋坐下来商量了一轮，发现仍然是只有合作才能共赢。卤蛋有继承权但没钱，老 S 有钱但没继承权，现在一起联手对外，先从孩子手里抢到全部遗产，然后老 S 和卤蛋再重新分配。不然就凭卤蛋一个韩国人能在台湾有多大能耐争夺全部遗产，背后肯定是老 S 一家在指点江山，所以这次仍然把卤蛋推到前面作为破局者，老 S 坐镇大后方当指挥，顺便操控舆论带风向。老 S 把二虎竞食和驱虎吞狼这两招玩的那叫一个利落，如今他就是在故技重施，核心目的就是逼汪小菲坐回谈判桌，且割让利益。现在曝光的大 S 仅有200万台币存款的新闻就是起手式，目的是要让大众知道遗产的核心在于房产的产权，即便这个200万的台币里面有134万台币肯定是属于汪家姐弟的，但重要的是要无限拔高那2套房子高产权纠纷的重要性，而且尤其是要拔高国家艺术馆豪宅的重要性，因为老 S 就住在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汪小菲能够做到彻底的断舍离，不想一次次被这类新闻恶心到，想一次性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暂停所有的银行贷款供应，让银行收不到月供，然后银行为了保全资产，就会立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冻结并且查封房产，进而法拍。当然到了这个时候，老 S 就彻彻底底无家可归，或者只能去小 S 的地堡豪宅蹭住，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麦克是绝对不会同意的，他不同意就等于小 S 不同意，不管小 S 同意不同意。但这事儿汪小菲应该做不出来，汪小菲的底色其实还是一个善良的人。从情理上讲，大 S 的重资产比较多，可流动性的珠宝首饰、奢侈品等不记名资产2个孩子都没有得到。在整桩继承里头，老 S 在法律都不支持他的同时，百般阻挠正常遗产继承分割。但目前已经进入了狗咬狗环节，相信卤蛋和老 S 迟早有内讧撕逼的一天，因为2个人都不善良。我就喜欢看老 S 说话，情真意切，令人感动。我也喜欢听小 S 夸卤蛋，如同大 S 附体，夫唱妇随。汪小菲现在是孤勇者，但有明事理的群众基础。如今没有专供汪小菲服用的大 S 降质泡腾片后，汪小菲能不能有点正常掌管亿万财富的商人脑子？如果汪小菲没有干趴下卤蛋和老 S 的能力，我就认可大 S 粉丝的观点，汪小菲配不上姐姐。如果这次汪小菲能摁住不动，风轻云淡的不让卤蛋和老 S 占便宜，
那就是汪小菲只是在大 S 身上没脑子。这件事情为什么关注度高？是因为很少能有一个公开事件能把法律、公关、人性等全方面的知识汇集在一起，并且当事人还乐意分享。大 S 抽象的人生，如果把它转性成中年老登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就是那种早年高攀岳家，岳家没落后就踹了发妻，弥补人生遗憾，开启第二春的那种老登。大 S 就是王石，具俊晔就是田朴珺，汪小菲就是王石的原配。王石有个德高望重的道台前岳父，大 S 有个混商人圈子的女强人前婆婆。他们的故事都如出一辙，但唯一不同的是，大 S 靠前夫的钱养白月光，但是白月光是个扮猪吃老虎的辣手油条，自己彻底被玩了进去。要是他再现实一点，和其他老登一样，更看重肉体代偿而非精神的话，找酷似光头的小奶狗反倒安全得多。那么大 S 为什么会走老登路线？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当成老登培养的，家里没儿子，大姐不赚钱，他才是实质性的长姐、长子、老父亲、老妈的老公。就算嫁了人，也结婚不离家。汪小菲扮演的也是娶到台湾的媳妇儿角色。所以说呀，老 S 才是顶级享受。大女儿负责传宗接代，弥补自己没生出儿子的遗憾。大 S 当儿子养，挣钱养家做顶梁柱，小女儿提供情绪价值，把自己哄开心。徐家母女齐心，最后没想到却被一颗卤蛋夺了舍。倒是汪小菲和张兰母子，原本已经亏到了绝望，却没想到流量从天而降，想不翻身都难。这人世间呀，草台班子是真的，但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也是真的。我是小猪，谢谢观看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